美国参议员突然提议不能卖给澳大利亚核潜艇，这理由把澳大利亚给整不明白了。大家好，我是施涛。7月27日，美国的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就带着23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向美国政府提出反对将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澳大利亚。那么麦康奈尔提到的这个核潜艇转让计划，正是在之前AUKUS协议之下，美国想要转让给澳大利亚的3艘核潜艇。根据目前的计划，美国政府想在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服役或者正在兴建中的弗吉尼亚级中拨出3条核潜艇卖给澳大利亚，而正是这个计划遭到了麦康奈尔等人的反对。而7月28号呢，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是赶紧出来说话，说他相信美国还是会把这个核潜艇卖给澳大利亚的。大家都知道AUKUS 这个联盟表面上说的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西太平洋的稳定但实际上它的针对的一方就是针对的中国。那么当初美国和英国强压着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协议，要转让核潜艇给澳大利亚的理由之一，也是澳大利亚需要经过漫长的航渡进入到中国南海地区，因此呢，核潜艇是更适于澳大利亚在这种使用环境中的使用的。而在核潜艇选型的时候呢，英国显然是无力提供更加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也就只有美国能够提供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说白了，美国是想要通过澳大利亚来分担与中国对抗过程中的压力。但这一次麦康奈尔等人给出的不卖给澳大利亚核潜艇的理由是把澳大利亚给整迷糊了。他们说由于卖给澳大利亚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会大大的削弱美国海军对抗中国的能力，特别是会减少美国海军可用的核潜艇数量，因此不能把这个核潜艇卖给澳大利亚。这一下澳大利亚发现自己的位置很尴尬一方面当年美国强塞给自己核潜艇说的是为了对抗中国，另一方面现在美国不卖核潜艇说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对抗中国。其实这件事情呢，正好反映出美国海军在目前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这个背景之下遭遇到的困境，那就是美国目前的造船工业的能力不足。像现在这种情景，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加大造船能力，造出更多的弗吉尼亚核潜艇，一方面能够满足美国海军的需求，二方面呢又能有余力供给澳大利亚。那么这呢，其实正是在2战中美国所行使的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兵工厂功能在现在的一个体现。但是随着这些年来美国去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一次俄乌冲突中美国的军事工业已经大大的暴露出了这些年文田武息放马南山的恶果，那就是他们的紧急制造能力是非常的不足的。不要说核潜艇这么复杂的东西，美国现在想要提升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在内的相对简单的导弹产能，都遭遇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瓶颈。那么像核潜艇如此复杂的工程美国现在不但是缺技术工人，还缺生产核潜艇的船坞。而已经生产的核潜艇呢，又因为船坞紧张而得不到及时维修产生了种种比如说锈迹斑斑，比如说消音瓦剥落等等的迹象。最好的例子呢，就是21年在中国南海撞山的康涅狄格号海狼级核潜艇，直到最近才刚刚入坞开始维修，等待了长达2年的时间。那么这一些问题呢，都暴露出来美国军工产业目前的整个这个效率的低下，以及这个生产能力的不足。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麦康奈尔等人想要让美国海军集中火力应对中国，想要把武器尽可能的集中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才提出了不要向澳大利亚销售核潜艇的议案。只不过在兜兜短短之中，澳大利亚的这个潜艇采购案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笑话。
不仅呢是之前撕毁了法国的合同，把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关系给搞僵了，那更是现在落了一个在美国买核潜艇都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实际上，澳大利亚购买核潜艇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它不仅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更是对目前核不扩散条约的巨大的突破。而现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那是早在 AUKUS 协议当年草草构思、草草签订的情况就已经是注定的。那么至于这个苦果，那也只有澳大利亚自己打碎牙往下吞了。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